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短短1年之间，4位以喝酒闻名的网红主播生命之火相继熄灭。他们曾活跃于各大直播平台，以酒会友，以酒为乐，最终却以酒为伤。从东北的宇哥到中原的黄哥，从怡情的菲菲一杯酒到豪饮3000哥，4人去世时都还很年轻，最小不过26岁。这残酷的现实不禁让人发问：长期酗酒给他们带来了什么？他们的故事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警示？菲菲一杯酒，明天可还有？博主菲菲在说完这句话后，完全没有预料到明天将不会再有机会与粉丝和老友们共饮几杯。4月15日晚，菲菲一杯酒在梦中永别了这个世界。提到菲菲，她是饮酒区众多博主中的一位，以其品酒评测而闻名。与另外3位因饮酒而吸引众多粉丝的网络红人并称为喝酒4巨头。与普通博主随意饮酒的风格不同，菲菲一杯酒主要以酒品评测为主，饮酒则为次要。他的视频风格简洁明了，完全没有那些喝酒博主视频中常见的兄弟们一口干的野性风格。相反，他通过解说的方式引导观众学习品酒技巧、饮酒方式，以及如何从酒中领悟人生。这种饮酒方式既专业又实用，观看他视频的粉丝受益匪浅，因此菲菲一杯酒深受大家喜爱。从他的视频中所传达的情感可以看出，他对酒的热爱简直无可比拟。这种热情并不是因为烈酒在喉咙中的刺痛感，而是源于他对酒所承载的文化和民族情感的深刻探索。有时酒甚至被他视作朋友。有些人通过饮酒交友，有些人则把酒视作朋友。从菲菲一杯酒中，人们感受到酒最朴素的本质。古人称这类人为善酒之友。然而，饮酒始终对身体有害，即使是微量的饮用，长期沉迷必定会导致严重后果。菲菲一杯酒虽然一直保持着适度的控制，但毕竟沉醉于酒的时光过于漫长，加之身体与酒本就不合，最终酿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，如同一片片雪花飘落，汇聚成惊心动魄的雪崩。2024年4月15日，菲菲发布了最后一条视频后，安然地睡去，直至妻子无法将他唤醒。他的生命就这样匆匆而克制地画上了句号，就像那篇讣告所描述的：喝酒、砍酒、交友。中原黄哥猎奇饮酒的悲剧。中原黄哥今年理应27岁，然而他的生命却在26岁时永远定格。在众多饮酒的博主中，中原黄哥的饮酒方式尤为引人注目，他偏好以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喝酒。众所周知，饮酒，尤其是白酒，酒精下咽时，人们通常会感到全身发热，喉咙更是火辣辣的。而黄哥却觉得太凉了，一瓶酒必须得放点辣椒才觉得过瘾。有时黄哥灵机一动，既然辣椒可以加，那要不要试试其他材料呢？黄哥的这个想法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，他添加的东西越是古怪，越能激发人体的感官。视频的观看次数和点赞数量也就水涨船高，再加上他那惊奇的饮酒方式，粉丝与他都沉浸在一种抽象的狂欢之中。无论他是否真的喜欢这种饮酒方式，粉丝们毫无疑问会被好奇心驱使，近100万的观众涌向他的视频，想要看看黄哥今天又会在酒里加点什么，放多少辣椒。黄哥终于找到了吸引流量的秘诀，或者说打开了通往死亡的门。然而粉丝的增长速度始终无法与人们的野心相匹敌，巨大的流量背后隐藏着身体的崩溃。随着收益面板的不断攀升，黄哥的饮酒方式变得愈发抽象与疯狂。有一次，他竟然将酒点燃后直接饮用，烈酒与火焰交织在一起，猛烈地灼烧着这个因为互联网而走上不归之路的年轻人。正如所有命运给予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。2023年6月2日，黄哥在一次狂饮过后不幸去世，留下了年幼的孩子和妻子，还有几十万元的外债。其实黄哥拼命拍摄的那些猎奇的喝酒视频，正是为了偿还沉重的债务。常言道，悲惨的人总会有令人同情的地方。黄哥的确是个悲惨的人，但他同样值得怜悯。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导致了黄哥的人生走向了绝境。宇哥豪饮背后是妻子何处话凄凉。宇哥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博主，他以丰富多彩且带有生活气息的探店视频，在东北的网红圈内颇具知名度。宇哥的性格中带有典型东北人的豪爽，这在他与人交往中显得格外热情好客。然而，这种特质也渗透到他的饮酒方式中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一切已无法挽回。在宇哥的视频里，观众总能发现床前柜后堆满了香香美酒，
这显示出宇哥对酒的热爱已经到达了1天不喝酒浑身不舒服的程度。这种热衷更明显地表现在了他的酒量上。在视频里，宇哥总是和搭档一边享用小菜，一人1瓶白酒，一人1瓶啤酒，尽情畅饮。碰到熟悉的粉丝要求碰瓶，宇哥也是毫不推辞，直接开始对瓶畅饮。宇哥的酒量确实令人惊叹，哪怕是高度数的烈酒，他也能一口气喝下。然而那咕噜咕噜的吞咽声，却宛如黄泉水在翻腾。在海量的赞美声中，宇哥丝毫没有察觉到身体内部早已千疮百孔。2024年4月4日，宇哥晨起时发觉冬季已经结束，春天已然来临。然而人们所要经历的苦楚远不止一个冬天而已。在这个清晨，宇哥突遭脑梗，令他的家人感到措手不及。然而实际上，这场悲剧的种子早已种下。当宇哥被送到医院时，已无生还之望。他的手机里留给家人的巨额遗产，却迟迟无人能够解锁。东北宇哥纵情喝酒的背后，是他妻子在葬礼上说出的那些凄楚的话语。3000哥，酒海无涯，再难回头。2023年，3000哥34岁。与之前提到的3位博主不同，他主要专注于拍摄受欢迎的视频，但他的工作重点在于直播。直播平台上有一个名为 PK 的功能，允许不同的博主进行对决，观众通过送礼物或者点赞来帮助他们的博主战胜对手。然而这种直播形式一旦出现，便注定会引发博主们为了赢得 PK 而采取各种极端手段的现象。3000哥从未这样做过，他从不说赢了这个 PK 就给兄弟们什么什么什么，相反，他对这种竞争并不强求粉丝，反而将责任归咎于自己，因此制定了输1次 PK 喝1瓶白酒的规定。3000哥从小就对喝酒情有独钟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一般人可能需要10天半个月才能喝完1瓶白酒，而3000哥却能一口气喝完，喝完后总是喊着再来再来。他的豪爽吸引了众多粉丝，然而这也成为了他致命的开关。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，3000哥开启了他的直播间，一切都如往常那样，直到第1次 PK 开始，死神的镰刀随之挥动。2023年5月21日晚，3000哥接连输掉了4场 PK， 豪爽的他毫不犹豫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一口气喝下4瓶高度白酒。尽管有粉丝劝他不要这么做，3000哥仍选择坚持自己的决定。于是结束直播的3000哥彻底醉了，醉得无法清醒。即使第2天下午朋友把他带到医院，他也仿佛沉浸在酒水中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饮酒，完全沉浸在醉梦之中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才是岸。已然跌入酒海的3000哥再难自拔，更何况那酒海也是无尽的。上述讨论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批评，也并非在宣扬喝酒有害的观点。逝者已去，为何还要再责备呢？课代表想表达的是，饮酒自古以来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习俗，但饮酒毕竟与饮水不同，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或表达方式。同时，由于酒的烈性，许多身体素质不同的人是绝不宜饮酒的。古人曾说小酌怡情，世人只知其怡情的乐趣，却不明小酌的重要性。只愿大家量力而行，不可强饮，最好少饮。要知道，酒虽美极，但家人才是一生的珍贵。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再见。